你以为地球的海水一直都在？错了，科学家发现地球正在以每年30亿吨的速度把海水吞进地底，不是蒸发，不是污染，是地球在喝水。更恐怖的是，这些水去了哪里，没人知道。2023年，美国地质勘探局打了一口深井，钻头在地下660公里处突然停了，不是机器坏了，是下面有东西顶住了。他们把钻头拔出来的时候，上面附着一种从未见过的矿物，科学家一化验，直接沉没了。这种矿物里含水量高达 1.5%， 什么概念？那一层岩石如果全部挤出来，释放的水是地球所有海洋总量的3倍，也就是说，地球地底深处藏着一片看不见的海洋，它比太平洋还大，但你永远下不去。更离谱的是，科学家发现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地球一边往里喝，一边往外吐。那它吐出来的还是原来的水吗？不是，成分变了。这才是今天最细思极恐的部分。先说地球是怎么喝水的，故事要从一个地方开始讲，马里亚纳海沟。它位于太平洋西部，是地球上已知最深的地方，最深处达到11034米。什么概念？把珠穆朗玛峰整个倒扣进去，峰顶距离海面还有2000多米，这里终年黑暗，温度接近冰点，水压相当于1100个大气压。有人做过测试，把一个泡沫塑料杯放进去，再拉上来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比拇指还小的硬块，被压缩了整整10倍。科学家很长时间里都以为这种地方是彻底的生命禁区，但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是这条海沟的底部正是海水消失的入口之一。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碰撞，太平洋板块密度更大，它像一把刀，硬生生地插进菲律宾板块的下方，以每年大约8厘米的速度缓慢俯冲向地球深处。这个过程听起来很慢，但力量大到难以想象，相当于数千亿吨的重压在持续挤压，而浸透了海水的海底沉积层就夹在2块板块之间，像一块湿透的海绵被一点一点地拧干。海水顺着地壳裂缝渗进地球内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曾经在马里亚纳海沟附近密集部署了地震仪，通过地震波扫描地壳内部结构，结果发现俯冲带吞入地下的水量比此前所有预估都要多出将近5倍。科学家计算后得出结论，仅马里亚纳海沟一处每年吞噬的海水就超过了30亿吨，而全球像这样的俯冲带不止一处，3个太湖1年之内凭空消失。那这些水究竟去哪了？它们没有停在地壳浅层，而是随着板块俯冲继续往下走，穿过数十公里厚的地壳，进入地幔，一路下沉到410公里乃至660公里深处。在那里，压力是地表的数万倍，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海水早已不是液态，也不是气态，而是以一种极其特殊的形式被封锁在岩石的晶格结构里面，形成一种叫做含水矿物的东西。2014年，美国西北大学的地质学家分析了一块来自地下深处的罕见矿石，叫做林伍德石。这种矿物只存在于地幔过渡带，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在地表，但偶尔它会被火山喷发带上来。科学家发现林伍德石内部的含水量远远超出此前的所有理论预测，他们由此推算，地球地幔过渡带，也就是地下410公里到660公里这一层，可能储存着相当于地表海洋总量数倍的水。这不是科幻，这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真实研究。地球的内部藏着一片看不见的海洋，它不是液态的水，你没办法游泳，没办法取水，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而且体量巨大。科学家把这个区域叫做过渡带蓄水层，那是地球最深的秘密，一个被数百公里岩石封印的蓝色世界。但问题来了，既然地球每年吞进去这么多水，海平面为什么没有下降？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很多年，直到研究深入之后才逐渐有了答案。地球玩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平衡游戏，它一边喝水一边吐水，吐水的方式是火山喷发。全球有大约1500座活火山，它们是地球内部的排气口，每当火山喷发，岩浆从地幔深处涌出，同时携带出大量的水蒸气。这些水蒸气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正是来自数百万年前被俯冲带拖入地下的古老海水，经过高温高压改造之后，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地表，变成降水流回海洋。科学家估算，这个从海洋到地幔再从火山回到海洋的循环周期长达数百万年甚至更久。地球就这样用几亿年的时间完成一次完整的深部水循环，这个循环已经运转了几十亿年，地球的海洋因此得以维持相对稳定的水量。但这里有一个
个细节让人细思极恐，吐出来的水和吸进去的水不一样了。海水在进入地幔之前含有大量的盐分、矿物质以及溶解在其中的各种化学物质，进入高温高压的地幔之后，这些成分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等到岩浆把水带回地表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海水，它变成了一种被高度净化，同时也被深度改造过的物质。更重要的是，海水在进入地幔的过程中，会与一种叫做橄榄石的矿物发生反应。橄榄石是地幔中含量最高的矿物，占地幔总量的 60% 以上。当海水遇到橄榄石，会发生一种叫做蛇纹石化的反应，生成蛇纹石，而蛇纹石的体积比橄榄石大了将近 30%。 这意味着什么？地幔在悄悄膨胀，每一年数十亿吨海水渗入地下，就有相应体积的橄榄石在反应、膨胀、挤压。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上千万年，内部压力在缓慢积累，从未停歇。科学家说，这是一根极其缓慢的引信正在燃烧。然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深海的异动会让地质学家如此紧张。2025年3月，中国科学家操控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再次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深处。奋斗者号是目前世界上作业能力最强的载人深潜器之一，可以下潜至10909米深度，在那里进行长时间的观测与采样。在这一次任务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撼的画面。海床上布满了巨大的裂痕，部分裂缝宽度超过2米，深不见底，就像地球在这里张开了一条条暗色的口。仪器显示，沿着这些裂缝有持续的物质交换正在发生，海水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一点一点渗入其中。但更震撼的是那里的生命。在1100个大气压、温度接近冰点、完全没有阳光的极端环境下，科学家发现了多达7000余种微生物，其中将近90%是人类从未记录过的全新物种。这个数量相当于全球已知海洋微生物总数，而它们就藏在这片不到地球表面1/1000面积的深渊里。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有机物，却有如此丰盛的生命。这些微生物是怎么活下去的？科学家发现，它们演化出了2套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一种是极简模式，把基因组精简到极致，只保留最核心的功能，用最少的能量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另一种是全能模式，拥有高度多样化的代谢途径，甚至可以分解通常被认为难以降解的芳香族化合物，把几乎任何有机物都转化为自己的养料。他们在几亿年的黑暗里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密码，而人类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读懂它。要知道，截至2020年，全世界曾经亲身到达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人加起来不超过10个，这个数字比登上月球的宇航员还要少。我们对月球背面的了解，甚至多于对自己脚下深渊的了解。这是一个荒诞的事实，也是一个真实的现状，但情况正在改变。中国的奋斗者号、美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的深海科考项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向深渊发起探索。越来越多的数据在汇聚，越来越多的谜团在被揭开，也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在黑暗中浮现。深渊里发现的那些微生物对人类可能意义重大，它们在极端高压下演化出的耐压蛋白质结构可能为新型材料的研发提供灵感，它们特殊的代谢机制可能为医药领域带来全新思路，甚至它们在几近于零的能量条件下维持生命的方式，可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生命究竟是什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地球吐出来的水还是原来的水吗？不是，它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漫长旅程，穿越了高温高压的地幔，参与了无数次化学反应，被地球彻底改造，然后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回到地表。它的分子结构是一样的，还是 H2O， 但它携带的信息，它经历的历程已经完全不同。地球就是这样，用几亿年做一次深呼吸，呼出去的是海水，吸回来的是地球深处的秘密。这个过程从地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未停止过。那些消失的海水没有真正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藏进了地球最深的心脏里，等待着某一天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归来。而我们正站在这场亿万年轮回的某一个瞬间，第一次开始真正看清楚脚下这颗蓝色星球究竟有多深，有多复杂，有多不可思议。